花莲光复的马太安溪，因为堰塞湖溢流酿灾，满街泥泞，房舍被淹。灾后的清淤现场，一群志工挥汗工作，手里拿着铲子、扫帚，把厚重的淤泥一铲一铲清走。这些画面让人感动，但在另一个角落，却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危机。有人清理时被玻璃划伤，有人被铁钉刺穿鞋底流血，这些看似小伤口，可能引来比洪水本身更致命的威胁——破伤风。破伤风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，但在灾后这种环境里，其实比你想象的近。它的病源是破伤风杆菌 Clostridium tetani， 一种绝对厌氧的革兰氏阳性细菌，最爱藏在泥巴、灰尘或动物粪便里。在恶劣环境下，它会形成坚硬的孢子，这些孢子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好几年，不怕热，不怕干燥，也不怕一般的消毒剂，只要遇到适合的环境。比如脚底被铁钉刺穿，形成深层缺氧的伤口，那些原本休眠的孢子就会苏醒，开始分裂并释放毒素。但真正让人致命的不是细菌本身，而是它释放的神经毒素——破伤风痉挛毒素 Tetanus plasmid， 这是目前已知最强的生物毒素之一，毒性甚至超越多数蛇毒，只要极微量就足以影响全身神经系统。毒素会从伤口进入血液，沿着外周神经一路逆行，直冲脊髓与脑干等中枢神经系统。我们的神经系统其实就像一场收缩与放松的平衡舞。运动神经会发出收缩的讯号，让肌肉动起来，同时大脑也会派出抑制性神经元，释放像是 GABA 和 glycine 这类的放松指令。正常情况下，两边讯号互相制衡，肌肉才能协调动作。破伤风毒素进入后，就像一把剪刀，切断了抑制性神经末梢里的 synaptobrevin， 又称 VAMP 这个关键蛋白。这个蛋白原本是神经囊泡，释放神经传导物质的齿轮，一旦被剪断，抑制性神经就无法释放 GABA 和 glycine， 结果就像汽车的刹车线被剪断，只剩油门全踩到底，肌肉不断收缩僵硬。最先出现的是牙关紧闭 trismus， 接着脸部肌肉扭曲成苦笑状 rhizus sardonicus， 再来是颈部、背部、腹部僵直，到了重症阶段，连呼吸机都会痉挛，导致缺氧与呼吸衰竭。更麻烦的是，一旦毒素和神经结合，就像焊死在电路里的永久保险丝，无法用药物拆除。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只能中和血液中尚未结合的毒素，对已经进入神经的部分束手无策。病人必须等受损的神经末梢自行再生，这往往需要几周甚至数月，因此即使救回来，也得长期复健。那医师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得了破伤风呢？破伤风的诊断几乎不靠实验室。这只细菌非常难培养，它是绝对厌氧菌，必须在完全无氧的环境下才能生长，就算在理想条件下，从伤口中分离成功的几率也不高。根据美国 CDC 的资料，成功分离率大约不到3%。显微镜下能看到像鼓槌一样的孢子外观，但那也不是确诊依据。过去甚至有人用动物试验观察小鼠是否出现痉挛，不过这种方式现在已被淘汰。近年 PCR 检测能侦测到破伤风毒素基因，看起来很先进，但要注意 PCR 只是找 DNA 证据，并不能证明这些基因真的有被启动或正在生产毒素，就像你在厨房找到一张菜谱，不代表菜已经煮好了。所以 PCR 阳性只是代表样本中可能有破伤风基因存在，却不等于病人真的得病。临床诊断仍要靠病史与症状，是否有外伤，环境是否肮脏，多久没打疫苗，是否出现牙关紧闭、吞咽困难或全身痉挛等。只要怀疑，医师就会立即开始治疗，不会等报告。治疗上主要有几个方向，第一步是中和毒素，使用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绑住血液中还没进入神经的毒素。第二步是清创，把坏死组织与异物清干净，让氧气进入伤口，破坏细菌的厌氧环境。第三步是给抗生素，例如甲硝唑 metronidazole 或青霉素 penicillin， 抑制细菌繁殖。最后是支持性治疗，包含镇静剂减少痉挛，插管或呼吸器防止呼吸衰竭。不过最有效的方式还是预防，小时候打的3合1疫苗，白喉、百日咳、破伤风、DTaP 就是基础防线。这种疫苗不是注射细菌本体，而是打经处理失去毒性的类毒素，让免疫系统学会辨认毒素外观，之后若真的遇上，
就能快速产生抗体，一般建议每10年补打1剂。如果有外伤，又距离上次接种超过5年，就应该再补强1次，这一点常被成年人忽略。根据统计，台湾成年人的破伤风疫苗保护力可能不如预期，因此灾后外伤更需要重视补打。那如果是在轻淤现场，该怎么预防？最基本的就是穿戴防护装备，防水手套、雨鞋、长袖长裤，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泥，不要赤脚踩积水，也不要赤手搬木头或玻璃，万一不小心受伤，立刻处理，先用大量清水或生理食盐水冲洗，把泥沙冲干净，视状况用碘酒或酒精消毒，最后由医师评估是否需要打破伤风疫苗或免疫球蛋白。除了破伤风，灾后环境还可能藏着其他疾病，像是钩端螺旋体病、类鼻疽、急性肠胃炎等等，甚至还可能有蜂窝性组织炎或中暑等问题，这些疾病都要注意。虽然灾后还有其他疾病，但破伤风这种潜伏在泥土深处的致命威胁，仍然是我们在清淤时最不能掉以轻心的头号敌人。所以灾后重建固然重要，但健康的防线更不能松懈。破伤风不是只有生锈铁钉才会有，而是任何深层、脏污、缺氧的伤口都可能引发。守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感染，按时接种疫苗，遇到外伤立刻就医。花莲人已经展现了最坚强的一面，但别让疾病趁机偷袭。如果你身边有正在帮忙清淤或修复家园的朋友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，也别忘了订阅。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是医检师 QQ，我们下次见。